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假球事件。前段时间呢，世台联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呢，正是斯诺克世锦赛的举办期间，施家辉呢每天都在制造惊喜，承载了咱们全村的希望。当时呢，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心情啊，所以呢，大圣一个字也没有提。前天呢，世台联的最新通告也出来了，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一份公告的内容。廖文博没有以任何形式出席这场听证会，也就是说，既没有到场，也没有视频连线。那么之前所谓的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之说呢，也不攻自破，相当于默认了世台联对他的全部指控。接下来注意一下 WPBSA 的用词，廖文博以下指控成立：与李航合伙参与比赛的造假，以及鼓励其他球员对多场比赛进行造假，阻碍 WPBSA 的调查工作，对涉事球员进行严重恐吓，并且删除手机信息，以希望毁灭其参与案件的证据。经常对于斯诺克比赛进行下注，未能配合 WPBSA 的调查。李航用的也是指控成立，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提及李航使用威胁恐吓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是主谋。只不过呢，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鲁宁呢诱导其他球员参与造假不成立，但是自己参与的4场比赛造假呢成立，也就是说他不是股东，并且经常对斯诺克赛事下注。严炳涛参与4场比赛造假成立，并且经常参与斯诺克投注。赵心彤参与2场比赛造假成立，并且经常投注斯诺克比赛。接下来赵建波、常彬玉、张健康、白朗宁、陈子凡都是参与了1场比赛的造假，其中呢，陈子凡已经同意了对另外2场比赛的造假，但是未遂。好了，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处罚的结果了。那么咱们先来对比一下世台联之前的处罚的罚单。于德禄当年涉嫌操纵5场比赛，获利金额呢是26.45万英镑，再加上拒不配合世台联的调查，被处以了10年零9个月的禁赛，另处罚金20万镑。当然这个钱也没有交了，割不完了，你能咋地啊？另外呢，当年一起被处罚的曹宇鹏涉嫌操纵3场比赛，获利1.5万镑，这个有点意思哈，单场获利5000镑。你好好的打比赛，奖金也不止这一点吧？也许呢，这就叫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随后呢，曹宇鹏因为认错态度较好，禁赛期呢从8年减为6年，其中呢又有3年半的缓刑，所以说曹宇鹏实际禁赛期只有2年半。还有胖子李的事呢，大家都很清楚了，大圣就不说了。在于德禄、曹宇鹏的假球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台协做出了迅速的反应，连夜召开了会议，于是就成立了中国女英职业球员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杜绝假球事件的发生，并且任命梁文博为副主任。此时此刻大圣想起了足协主席程序员的那句话中国足球要坚决杜绝假球事件，反腐打假从我做起。好了，从以上处理的结果呢，咱们可以得知，世台联对于假球事件的处罚是越来越重，原则就是场次、金额以及认罪的态度。从这一份公告当中，咱们可以看出来，世台联开出史上最重的罚单是跑不掉了。梁文博终身禁赛几乎已经板上钉钉，李航呢，就算判个死缓，大概率也回不去了。鲁宁因为迷恋赌博，最终债务缠身，导致泥足深陷，8到10年也是跑不掉了。今后能否回归，就看他自己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严照。严炳涛呢，目前确认的假球有4场，金额虽然没有公布，但是参照曹宇鹏的处罚结果呢，哪怕你态度很好，金额也不大，3年左右也是跑不掉了。赵心彤呢，之前有很多博主都说他只不过是帮人投注，自己并没有打假球。前几天呢，还有小道消息说他不会被禁赛。从这份公告当中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参与的2场假球是没有异议，供认不讳，并且经常投注斯诺克比赛。不过呢，因为认错态度较好，禁赛期呢大概率会是在2到3年之间。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他俩可不是被威胁的对象哦。接下来的那帮小孩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赵建波、常彬玉、陈子凡、白朗宁，他们都是涉嫌1场假球，
通告中提到的被威胁的对象正是他们几个。其中张健康呢，由于经常投注斯诺克比赛，处罚呢可能会略重一些；其他人呢可能会给予半年左右的象征性处罚。但是不管怎样，本次假球事件呢，给咱们中国斯诺克以及球迷带来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中台协的领导们，这个锅该谁来背呀？这个临时工又该是谁呢？